果然是异火，不过以老夫的眼力，竟无法看出究竟是异火榜上的哪一种。哼，小家伙，你逃不掉的。这老家伙是如何寻到我的？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深山老林中赶路，不可能会被风离阁的人发现。他的实力至少是8星斗宗，难以正面抗衡。除非使用毁灭火链，但那可是最后的保命手段。那老家伙没追上来。老夫说过，你跑不掉的。好可怕的速度！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交出3000雷幻身，即便你凑齐了4卷，也不可能修炼成功的。我把3000雷幻身给你，你便放我走？你方才的那道碧绿色火焰，应该是融合而成的异火吧？真是没想到还有能融合异火的功法。老夫对这功法也颇感兴趣，你若能一并交出来，或许我可以放你离去。哼，别指望你身上那个灵魂体了，今日他也保不了你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若老夫处于全盛时期，你还有胆站在我的面前？没想到光是灵魂体都有这般实力，想必生前定是斗尊级别的强者。不过世间之事没有如果，不管你生前何等风光，现在只是一具灵魂体而已。小子，识相的话就乖乖交出3000雷幻身和你所修炼的功法。区区8星斗宗也敢这般张狂！萧炎，我来拦住他，你先走。放心吧，只是拦住他一会儿而已。这一点老夫还是有自信的。我那枚纳戒上有我的灵魂印记，待我摆脱他，再与你会合。今日不论你这灵魂体如何阻拦，那小子都逃不出老夫的手掌心。这家伙竟然达到了自身斗气与天地能量互相呼应的地步。老夫倒是多年未与人交过手了，今日便让我来试试你的手段。这老家伙先前似乎能锁定我的位置，只怕就是这4卷卷轴在暴露我的方位。赌一把！前辈，我操！那家伙要不了多久就会追来。前辈，您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那您的脸……脸什么脸？那老家伙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。你赶紧跑吧，我得回避一下。被发现了吗？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连这等宝贝都舍得放弃。不过想这样就将我甩开，你恐怕是小看老夫我了。3000雷幻身，现！
就行。放心。那老家伙应该是去追那4卷卷轴了吧？那东西果然有问题。他的气息确实是朝着另外的方向去了，看来是摆脱掉。小心！老夫说过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哼，看来你是不想要3000雷幻身的卷轴了。卷轴会回来的，你也逃不掉。这家伙的气息跟之前比弱了很多，现在的他顶多也只是一名6星斗宗。3000雷幻身，他是飞天的分身。看来你对3000雷幻身有些了解呀。前辈，恐怕得劳驾您尽快解决他。若是等到那本尊赶过来，想要逃脱就难了。这分身的实力明显不是前辈的对手，看来只是为了缠住我们。以飞天的速度，恐怕要不了多久便能追上卷轴赶过来。这分身是灵魂所凝。前辈，将您的力量借给我。好。小子，老夫定要取你性命！他的灵魂气息竟然能让我解读3000雷幻身，老家伙，多谢馈赠了。终于摆脱那家伙了，这飞天的实力着实强悍，恐怕只有毁灭火莲才能对他造成威胁。可现在有的化生火，
也只够施展一次了，得找个时机，好好修炼一下龙眼诀。3000雷幻身，以前的3000雷洞虽然玄妙，却远不及废天施展的3000雷幻身那般，凝聚出的分身具有自主意识。而且，3000雷幻身需要3000雷洞修炼到最高层次，方有几率凝聚而出。此功法对灵魂的要求极为严苛，怪不得风雷阁里也很少有人能修炼成功。入微、登堂、大成3个等级，每一级差距极大。若能修炼大成，实力能与本体相当。那废天的分身应该是登堂境吧？否则，即便我有雨露心言相助，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将他的分身击溃。以心御形，魂流于影，看来必须要在残影出现的那一刹，将一丝灵魂留于其中。只是，那时速度迅猛，怎么可能来得及在其体内留下灵魂？一次不行就100次，100次不行就1000次，定要将之修炼成功。这3000雷洞倒是越来越熟练，但是分身的凝聚还是不行。这地阶斗技果然不是那么好修炼的。天幕山脉也应该快要开启了，我得早日动身才行。这次来的倒是挺快。小子，伤我子民，夺我灵果，简直罪无可恕！今日你休想活着走出这片森林！你说你一个占山为王的统领，何必为了一枚无浆果苦苦追杀一方？这样做岂不是掉了自己的身份？小子，你只会躲吗？哪个不知死活的敢偷袭老子？成功了！多谢了，看在你帮了我一次的份上，便让你继续安稳的做你的山大王。你小子别走！天皇妖翅，天皇妖翅，你认识他？天妖皇族若是知道你炼化了他们族人的翅膀，恐怕这世上就再无你容身之地了。来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小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这么跟老子说话？你若识相，就趁早给老子把无浆果交出来，不然的话……天妖皇族在魔兽界的食物链中属于真正的顶尖层次，常年的天妖皇大多是在7阶，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达到8阶的恐怖地步。这一族的数量虽然不多，但在斗气大陆上的地位却很高。天妖皇族的人在临死前都会回到其族内的祭坛中等待死亡，因此其身上的一切东西外界都是极难获得的。
即便得到了，若是被其族人发现的话，那下场……看来当初的那具神秘干尸，便是这所谓的天妖皇族之人。紫妍的血脉能够压制天妖皇的精血，其本体必然不简单。这魔兽界中还有其他族群能与这天妖皇族抗衡？据我所知，有2个从远古便存在的族群可以抗衡他们，一个是九幽地冥蟒，另一个是太虚古龙。这2个种族也极其恐怖，特别是太虚古龙十分神秘。据说他们能够随意在虚空中穿梭，是最完美的旅行坐骑。最为可怕的是，听说这太虚古龙是以天妖皇为食，在虚空中穿梭。难道紫妍她属于这支族群？毕竟她的一些能力就与空间有些关系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这个就还给你了。另外，今天的事希望你能保密，否则……您放心，我苍狼王的嘴可是最严的。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，千万别被天妖皇族发现古意，否则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。看来这古意不能轻易在人前显露了。这分身的实力应该还只是斗灵级别，下一步便要将风雷之力融入进去，并加以锻炼。当年修炼3000雷动，虽然从雷云中吸收了一点风雷之力，但远远不够用来锤炼分身。笨蛋，谁说一定要用风雷之力了？那只不过是一种锤炼方式而已，用其他的能量依旧可行啊。比如你体内的异火，可比那风雷之力强横多了。尤其是那陨落心炎，你若是能够将它融入分身之内，日后即便遇到能克制灵魂的奇异能量，也丝毫不惧。如此一来，灵魂分身唯一的缺陷也弥补了。可这陨落心炎本就是灵魂克星，灵魂分身与其一接触，不是会直接被炼化掉吗？年轻人，世间之事大多都是富贵险中求，不拼一把又怎么会有收获呢？再说了，陨落心炎已经被你彻底炼化，你什么时候见到它对你的灵魂造成反噬了？我认为可以试试。好，那就试试。心来压低心炎的温度，试试找到分身能够承受住的温度极限。再逐渐提升温度，达到锤炼效果。
这分身的锤炼果然困难，想要大成，不知得等到猴年马月。你小子知足吧！以我对费天那分身的观察，想必他至少锤炼了5年以上。你短短2月就能与之相等，还不满足？算算时间，那天目山脉快开启了吧？想必那地方早就人山人海了。若是再不动身，你可就连汤都喝不上一口喽。天目山脉当真名不虚传。果然是来了不少人，恐怕后方的森林中未现身的人更多。又来一个，哎，这都快没地方落脚了，一个个闻到点甜头就冲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实力。哎，整个山脉外围现在挤满了人，咱这还算宽敞呢。这天山血潭3年才开启一次，谁不想进去泡泡啊？说的也是，想必那些大势力。上面还有人！是七彩灵鹤，这不是风雷阁那位凤小姐的坐骑吗？风雷阁竟然把她给派出来了。据说她是风雷东阁年轻一辈中成为阁主几率最大的一位。那这次天山血潭食人的命恶劣，定然有他了。哼，那可说不准。这天目山脉有能量潮汐压制，宗门内的强者无法人手，只能依靠自身实力。中州藏龙卧虎者可也不少。天目山脉居然还能限制实力强的人进入，难怪没看到费天那老妖怪的身影。竟看不出这位凤小姐的实力，想必她身上有能遮掩气息的器物。算了，只要不来寻我的麻烦，我也懒得招惹她。穆长老，这次其余3阁可曾有人前来天目山脉？哼，怎么可能不来？万剑阁的天泉剑唐英，黄泉阁的王晨，星陨阁的穆青鸾皆被派出。看来这一次的血潭之争倒是热闹得紧。小姐，阁主临行前说了，凡事小心一些，多留一个心眼。毕竟此次天山血潭吸引了不少北域的年轻强者，例如那位叫做萧炎的人。小姐对于北阁主的实力也是有所了解的，此人能从北阁主手上逃生，不可轻视。不过是借用他人力量的家伙罢了。天目山脉内能量超过限制，便会受到压制。大家只能各凭真本事，他自然也成不了气候。终于要开始了吗？不愧是中州，如此奇景，其他地方哪有眼福瞧见？这次就姑且试一试，自己在中州年轻一辈，究竟能达到什么位置吧。
长老，你们便留在山脉外，接下来的交给我便好。是。那是凤青儿。小仙人一步，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实力。多谢凤小姐助力。3000雷动。凤小姐，不过是快了你一步，就这么穷追不舍、咄咄逼人，真不愧是风雷阁的人。破掉我风雷阁的9天雷狱阵，还能从北阁主废天手中顺利逃生，果真名不虚传，是吧，萧炎？萧炎，他就是那个击杀了沈云的萧炎。那是你们风雷北阁咎由自取。若是你想帮他们报仇，我定会奉陪到底。好狂的口气！现在我也懒得跟你浪费时间，等你到达血潭，我们再来解决这些恩怨旧账。当然，前提是你有实力到达那里。怎么走了呀？哎，可惜了，没打起来。走了。也不知道这2个人真正交起手来，谁能更胜一筹？嘿嘿，等到了目的地，这2人恐怕会有一场恶战。依我看，现在不过都是想保存实力罢了。这地图根本就不管用，雾气这么大，东南西北都分不清，哪找得到去天山血潭的路？6阶魔兽，好快的出剑速度！阁下是否看够了？路过而已，阁下不用紧张。在下万剑阁唐英，瞧阁下有些面生，不知他便是唐英，萧炎。萧炎，最近跟风雷阁闹得火热的那个萧炎，只是有点冲突而已，小打小闹。小打小闹，可引不出废天那等老怪物。看来这场血潭之争，又多了一个劲敌啊。好了。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，希望在天山台能再遇见阁下，到时或许有机会可以合作。天山台，不是说合作吗？你倒是告诉我天山台在哪儿啊？
此地的能量如此浓郁，想必离天山血潭不远了。看来方向没错，抓紧时间追上前面那些家伙。分行剑，纳兰嫣然，快点解决吧！识相的话，乖乖把通灵白狐交出来，否则，辣手摧花这种事，我们可不是没干过。做梦！动手！画地为牢。地灵门的土溶之法，还算有些门道。在下地灵门黄天，此事与阁下无关，还请不要多管闲事。你们这么多男人联手欺负一个女孩子，说出去也不怕丢了地灵门的脸。萧炎。